高定百合款，这个款式真的太漂亮了，配色也很好看，饰品也很好看，咱们赶紧动手做起来吧。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百合花它的花瓣形态。花瓣形态的话是两头尖，中间胖啊，记住了，两头尖，中间胖。我去演示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在纸上先讲一下它的一个构图以及它的一些形态轮廓。两头尖，中间胖，你可以画一个像叶子一样胖胖的花瓣轮廓，然后呢，给它带一个尖儿出去啊，就是花瓣最后顶端这里勾一个小尖尖出来，那这就是它的花瓣。然后边缘的话，不要做的这么干净，边缘可以就是说打一点波浪，对，画一点波浪边，不要让它的边缘啊那么干净。啊，带一点这种小波浪边，这就是它的一个花瓣。像侧面的话，侧面一般都是这个是它的上方啊，就是顶上的那个。然后这个我们如果说一般画侧面的话，侧面都是有一定的弧度的，比如说这样子的 C 弧啊，左侧面、右侧面都是这样子的 C 弧形态。C 弧形态也是一样的，花瓣中间啊胖一点，好，中间胖一点。然后这边是接到它的花心来，然后可以边缘带一点波浪，对，带一点波浪边，收一个尖尖啊，收一点尖尖小尾巴。好，这个是侧面的花瓣轮廓啊，侧面的花瓣轮廓。好，这边也给它填上，边缘带一点小波浪，然后呢，把这个尖给它收一点出来，哎。OK，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侧面的花瓣轮廓。然后正前方我们再讲一种正前方的一些就是就是花瓣正面视角。比如说花瓣侧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 C 弧，对吧？一个 C 弧。如果说看到的是竖着的，它就是这样子带一点微微的 C 弧轮廓啊，微微的 C 弧轮廓的花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花瓣是从正面去看，比如说它是有 C 弧的，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或者是往这个角度去看，只能看到花瓣的一半，对不对？只能看到一半。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那有可能就得这么去画，那画一个小爱心，好，边缘带一点波浪，好，收一个尖儿。OK， 那在正面视角我们就要去画成这样子，那或者是正面视角这样画一个像小桃心一样的轮廓，好，收到中间来啊，这是花心。来，这个是从正面视角的花瓣，我这边给你们标注一下正面视角的花瓣，我把这些角度给大家标注出来吧。这个是竖着的，哎，我用那个签字笔写。这个是竖着的花瓣，然后这两个的话是侧面的花瓣，然后这两个的话是正面去看，正面去看的一个花瓣。举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有没有例子？好，我这边马上我拿着东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好。比如说这是一个花瓣啊，我们一般从就是这样竖着去看的时候，它就是这个状态。如果说它在侧面我们去看到就是这个状态，然后它带一点 C 弧，哎 ，C 弧尖尖往下弯，好，是这样子一种状态。然后我们从这个花瓣的正面去看，那这个是俯视角度，就这样竖着能看到整个花瓣，侧面是看到一个 C 弧带着一定的轮廓去看。如果说是正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花瓣调整到这个角度，哎，来这个角度去看，它就是一个正面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它的尖尖是朝向我们的，我们这个方向的，屁股尖儿朝向我们这个方向的。如果说是花心朝向我们这个方向啊，花心朝向我们这个方向，那就是这样子的，就只能去看到一半，甚至因为它的花瓣中间有褶皱，所以说可能看到的一半它还是有点带那种桃心的感觉的啊，中间还有点凹陷下去的这种感觉，那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花瓣不同的一个角度画的时候的一种呈现，这样子大家就更能够理解到了，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快速的再去讲一下它的一个组合。百合的组合的话，它是分了两层的话，一共是6个花瓣啊，分了2层，一共是6个花瓣。你记住它的一个形态结构，人字形啊，也不叫人字形的，叫3叶草吧。中间一条线，好，左边右边这2条线，这个是一个什么形态呢？人字形啊，有点抽象的人字形。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上，就是反着来，哎，把它倒一边，这样子。那好啊，就这样子，这2个去结合，这2个形态去结合。好，然后我这边再打一个箭头，哎，下来，它的一个形态就是什么呢？我们先去画这一条线，然后再去画这边2条线，然后在2条线的中间45度角中间再去穿插上这3条线啊，这3条线，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6瓣。
啊，6瓣。这个是就是百合它的一个花瓣的排列，然后花瓣的排列当然也是分什么呢？也是分正面和侧面，对不对？正面和侧面。然后这边我讲一下它的一个正面结构和它的侧面结构啊。正面结构的话，那么我们肯定就是要稍微去画圆一点咯。哎，正面结构我们要给它，哎呀，它这个圆。这个圆有点抽象啊，就你们得清楚，它是个圆，虽然说它不是很圆，啊，稍微画的有点抽象，擦一下。好，这样子，比如说正面形象花朵儿是一个偏圆的，好，然后呢，它的一个侧面形象是一个偏椭圆的，哎，偏椭圆的一个状态，啊，正面和侧面给它加上。正啊侧，好，正面和侧面，然后正面的话花心肯定得是在中间咯，对吧？正面花心在中间，侧面呢？侧面花心在哪里呢？可以在中下的一个位置啊，中下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花瓣带 C 弧，记住，花瓣不要画这种直线，而是要带一点 C 弧，就是你看这花瓣线条，我们用线条来代表花瓣啊，就带一点 C 弧。好，哎，下面2个花瓣往这个是顺时针啊，这个是逆时针，这2根是同一个方向啊，然后这一根是不同的方向。比如说看花瓣带一点线条感，就是要有一种让中间有一种凹陷进去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个方向好，哎，继续，好，加上这3条线，哎，这整个花型轮廓大概就已经给它表现出来了。然后你这个线条带了一定的弧度，你会发现是不是中间就会有一种凹陷进去的那种感觉？百合花的一个轮廓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我们从线条的，我们从中间这个点啊往上方好去一半，然后呢往左边和右边，你会发现左边和右边的线条我是不是要画的长一些？因为什么呢？椭圆形上下的花瓣肯定是轮廓是给它压挤的。哎，我手上沾的是啥？上下的轮廓是给它产生的压缩的。然后花瓣主要是往2侧去延展啊，好，然后45度角这2个方向的，你也不要画太长，也不要太短啊，比这个中间竖着这个稍微长一点就好了。好，然后这个方向再加一个，再加一个，然后再加上它的什么呢？花萼是这样子一个小尖角，对，百合的花萼啊是这样子一个小尖角。然后呢，我们再去把颜色给它加上，在这个线条基础上，你把颜色给它添加进去。蓝色，我这边用这个蓝色多一点水，少一点色粉，调非常清透的一个颜色。好，要记住花瓣形态，中间胖，好，花瓣尖尖，中间胖，花瓣尖尖。我这里把形态给你们讲的非常详细，因为你们后面可以画就是那种非常清晰的，就是非常轮廓细节清晰一点的，也可以就是做这种就是稍微抽象一点的啊，稍微抽象一点的轮廓，也可以就是做雕花百合，课程里面不是还有雕花百合吗？然后我们再来更新一个彩绘类型的百合啊，然后就可以你们也可以结合着去用了。把这2边的C 弧尖尖勾下来，好。C 弧，你们看我画花瓣填色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随意的啊，有点大胆的。好，这边，花瓣夹在第2层花瓣夹在2个花瓣中间。好，这儿，好，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正面角度的一个百合花。如果说再来看一下侧面的，侧面这里还有一个，好，这上方有一个短短的，那这个就肯定画不出全貌了，这个就只能去画出一个那这样子的小爱心啊，就只能去画一个这样的小爱心的图案，就画不出尖尖了，画不出它的花瓣尖儿，因为你看不到它的花瓣尖弯下去在花萼的另一边了，你看不到的。好 ，OK， 然后你再把你再把这个花萼的部分，这个地方花萼的部分，就是花托的地方啊，给它点缀上，然后到时候再加上枝干下来，这就是侧面的一个百合。侧面的一个百合，然后还需要给它加上花蕊。百合的花蕊，它是就是那种就是从花心处，因为你看它的花心凹陷进去了，然后从花心处我们给它勾一点小线条出来。这里为了就是表现效果好一点，我直接用彩绘胶啊。这里从花心
等一下花心给它勾几根小须子线条，点上几个点儿，表现它的一个花蕊。好，这边也是。百合。好，其实这个侧面的话花瓣就把上面的就是一些形态都给它结合起来了啊，把上面的特别是这两个左右，然后左右前后上下啊，上下左右和上下就是用的这几种形态。就把它的整个形给它弄出来了，甚至你都不用表现出来有6个花瓣，你只要这样子左右上下啊，或者有些空隙的地方，你再穿插一瓣进去都可以啊。画的尽量就是说拥挤一点，花瓣与花瓣之间不要有太明显的缝隙，它这个形就是就是漂亮的。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它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构图，就甲面上的一个构图。产生叠压和聚拢的地方去加深，什么意思？比如说叠压，比如说这两个花瓣啊，它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叠压，挨得比较紧，对吧？挨得比较紧，或者是它就是有一个上下关系。比如说我在这个，比如说像画喇叭花啊，这上面是花朵。好，上面是花朵，那然后呢，它下面的花托是这样子一个箭头型号。这样子一个箭头型号的花托，这里也是算产生叠压，只不过你不给它加深，你就不知道，你就看不出来啊。还有就是聚拢，比如说你的所有花瓣啊，所有的花瓣都往这个地方，对吧？都往花心这个地方，对吧？聚拢过去，所有的花瓣都是往花心这个地方汇集。那花心这个地方就是所有花瓣汇集的这个地方，那么要加深的地方是哪里嘞？这两个花瓣产生叠压了。对吧？那它们中间产生叠压了，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下方的那个，不管是左边下还是右边下啊，就是你可以把其中一片叶子它们交界线这里勾出来，好，就勾出来这个三角区，加深把压在下方的那个花瓣的三角区这个地方加深。好，这样子的话，叶子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前后上下？就这个浅的这块，干净的这块是在上方，然后我刚刚加深的这个三角区的这个叶子或者这个花瓣，是不是就感觉视觉上它是在下方的在下方的这两个产生叠压，所以说这一块交接的这块就产生了阴影。我们要加深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或者是如果说这个花瓣它带有一定的轮廓，比如说这个花瓣可能中间有一条脉络，那么你就可以加深什么呢？加深这条脉络的轮廓。在花瓣的中间或者叶子的中间加深一下脉络的线条然后还有一种叠压，就刚刚我说的，比如像花朵、喇叭花、百合花，它的花托这个地方，花托这个地方给它勾出来，花瓣在上，边缘，花瓣在上，花托在下。那么这个花托和花瓣产生叠压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一块阴影轮廓给它加深，加深了之后，然后你再去看它的是不是花瓣这一块，是不是就显得就很。对吧？花瓣这一块就显得很立体了，就重点就把它花瓣这一块凸出来了，然后聚拢型的花瓣聚拢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肯定要把花瓣相交接的这个中心给它加深好，中心加一个色块加深稍微晕开过渡一下，中间深。轮廓边缘轮廓线产生叠压的地方，现在你知道哪里深哪里浅吧？用嘴吹干，花心再次加深，现在你明白要加深哪个地方了吧？产生叠压叠压。和聚拢的这个地方需要你去加深，还有就是它的周围环境，它的边缘周围环境，比如这个花儿，它的背景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些背景边缘这些地方，你如果说加深了，那你也会把整朵花的一个身体轮廓凸显出来好，这个是教你们怎么去加深，就是花朵哪个地方加深哪个地方画浅，对，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把就是花朵的整体形状给大家就是勾勒一下我们的甲片的话，准备的是一个长梯这样子的一个芭蕾梯的一个甲型，就是长尖型，把尖尖剪掉一点点，刚好把竖字的那个地方剪掉，然后它就是这样子一个长梯长梯的一个甲型，也就是说我大拇指上这个甲型，好，
甲片给它画上，线条往前收窄，画成一个梯形。好，线条往前收窄，指尖画成横线。后圆半弧。OK， 在这个甲片上面，我们要去给它，就是说，哎呀，画的太瘦了。在这个甲片上面，我们要去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构图。你这个橡皮擦是不是脏了？这个橡皮擦碰了啥？怎么油光光的？哎，这橡皮擦咋回事？我的橡皮擦耶！你是怎么了？你掉色了。哎呀，好，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给它画上。好，这一块的话，我们的构图可能会在靠近边缘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可能我不会画一朵，也就是一副指甲上，我们可能画2到3个啊，都是带花花的这种款式，画彩绘加上拼钻啊，可能会2到3颗。然后另外的可能就是一点简单的纯色，或者是带点小晕染啊，就是或者是做点拼钻啊，做点小堆栈等等，然后就带过。然后款式的话，那么你可以就是说怎么去结合呢？一朵花啊，或者是一朵花2朵花啊，然后呢带上一些花骨朵儿，它的花骨朵儿就很简单，花骨朵儿就是一个椭圆形。比如说我常用的一种摆位就是一个3点式的摆位，特别是在这种长指甲上面，长指甲它很长，非常的长，但是呢它非常的窄，在这种甲型上面去的话，我们的彩绘就要注意是往上下去拉扯，上下延伸。不管你是画这种竖线的延伸啊，还是说这种 C 弧形的延伸，那么它一定是往后圆和指尖这个方向去延伸，然后两侧的话尽量给它收拢，还要注意留白。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我常用的一种就是说三角形啊，三点定位，就比如说 C 型，C 型也是什么主次叠加呀什么的。那比如说那个 C 型，有一种 C 型是三角形，就这样子去定位的。那这里一个圆，这里一个圆，这里一个圆，好，形成这样子一种三角形的一个构图啊，有这种对吧？好，然后呢，我这里的话，我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构图。这里我要去画一朵花，然后它的斜下方这个位置我去画一个小一点的花，好，然后这个方向我再去画一个花骨朵之类的，好，这样子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构图啊？形成了三角形的构图，然后呢，我在这个位置去画一个花朵画一个正面的，好，画一个花朵，然后我在这个方向我画一个侧面的吧，好，侧面的。好，侧面的，然后还带着花萼的，然后这个地方我去画一个花骨朵儿，也就这样椭圆形的一个花骨朵儿，好，然后去再加上一些叶子呀、藤条啊做装饰，这样子去形成一个三角形构图，然后把这个构图到旁边来做成一个整个，画一个，画一个这个颜色，随便拿一个颜色了啊。这里是一朵花儿，这里是一朵花儿。好，然后我们用一支干净的笔，水笔，好，把这个花瓣画出来。我们就简单快速的去画一下就行了啊，有个形在就行了。好，这一块儿，然后这一块儿也是一个花花，表现的比较抽象，但是你们知道我意思就好了啊。好，这一块儿也是一个花花。然后花骨朵就安排在这里，一个这种椭圆形瘦瘦的椭圆形，花朵，那这样子瘦瘦的椭圆形，瘦长的。你这个椭圆形就是你也不能到时候画的太过分了啊，你尽量肯定是不能够比你的主花朵它的一个花瓣长度还要长的。然后我们再来给它画上枝干啊，我们就用这边的一个绿色吧。
好，把枝干这边枝干延伸下来。首先你要找到这一朵，这一朵的话，它这里还带一个三角尖的花托，哎，你这里还得带一个三角尖花托。好，下来，然后这一块儿，对，这一块儿画一根枝干，好，延伸着下来，然后这一块儿花骨朵儿，也得延伸着下来，就线条画的比较长，虽然说它的花朵之间这种枝干线条啊会有点转弯，带一点微微的小弧度，不是那种让你直接去画这种死板的直线条啊。好，就叉，又不是的，咱们的线条还是说偏柔美啊，偏柔美，就稍微带点弧度，对，带点弧度，这样收拢聚在一起啊，就这样交错，尽量带点 C 弧度，而且线条的话有粗有细，有加粗的地方，也有非常精细的地方。好，然后你再去给它加叶子，2朵花和一个花骨朵的位置，枝干也画好了，然后叶子往哪个方向加呢？叶子的话，一般这根线条啊，花骨朵这个线条上面左右我们得去加，比如这个空间是有的，我们在这儿可以去加一个叶子，叶子是这种长针型的叶子啊，就是瘦长的，中间胖2头尖的，你可以画的稍微纤瘦一点就这里画2个，一个胖一点长一点，一个短一点细一点有带点小须，2头尖中间胖。好，然后这边可以加一个带个小尖尖。好，叶子带一点 C 弧，收过来到枝干上，好，旁边加一点线条。OK， 然后这根枝干上这根枝干上解决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里还有枝干，对不对？这里才是主枝干，主枝干我们一样的给它左边右边加叶子左边这一块贴着它的枝干这一块去加叶子。好，贴着它的枝干，跟着它枝干的形状轮过来，然后左边右边要给它错开来错开来。比如这边画的长，我这边就要画的短；这边在上，我这边就要画来就靠下，或者是再靠上一点好，就这样左右然后加一点线条啥的，可以勾一下，加一点线条啥的，好，这样子增加它的一个整体氛围感。OK。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构图，你看是不是它就是很瘦长嘛？瘦长长，两侧都是很窄的，就是整体形状的话是很纤瘦的那种。所以说咱们这一块画一个花花，这块画一个花花，好抽象。这块画个花花，好，这块画一个花骨朵儿，那就开始枝干，好，枝干，对，枝干就开始往下画，枝干就开始往下画，然后这个地方加上叶子，对，叶子，对吧？好，这些地方加上叶子，好，再加点线条在里面，好了，然后整个构图咱们不就做好了吗？就基本上就站在整个甲面的什么呢？这是左右偏右侧站在甲面的偏右侧，然后它的线条可以往指尖，或者是往我们的指尖，或者是左下，然后这边的叶子线条就可以往我们的后缘或者是左上这个方向去延伸。这种如果说它的枝干方向和叶子这种线条方向往左上和左下2个方向去延伸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C 型构图C 型线条构图，留白空间在右侧，左侧。留白空间在左中侧，然后如果说你要画成垂直的垂直的，那就像我这种直接就是竖着的同时带一点点微微的弧度，就不像这个可能线条这些叶子这些较明显的趋势，包括枝干就要有明显的趋势往这2个角落去做延伸，它这个 C 弧就很明显。好。然后这个是大拇指上面的构图，大拇指上的构图。然后当然可能后续的话还会涉及到一些附加一些其他的构图，像这些构图不都是咱们基础课讲过的吗？对吧？然后这里在课程里面又给大家讲了一下。如果说大家觉得不太想看的话，可以就是说跳过，因为这些构图都是在基础课里面讲过那个构图课的，讲过理论课的。然后还有一些构图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那种。主次叠加姿，
就占一半，C 弧也可以占后圆一半，主次叠加。那主次叠加就是这个地方我去，对，这个地方我去画一朵主花朵啊，这个地方画一个主花朵，然后呢，在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花朵的中心水平线在这儿，然后另外一个花朵的水平线就要在它的下方啊，就是这两个花朵的话，花心不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且不能是这样垂直，得要斜线啊，这样斜线的这样子去排列。好，然后呢，我就得要在这个方向再画一个花朵，这个方向再去画一个花朵，对，然后就是这样，主次两个花朵，主次两个花朵排好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在这些地方去画一点它的叶子呀，或者是花骨朵儿啊，花骨朵儿呀，花骨朵儿呀，或者是叶子呀什么的，线条啊什么的，就在两个花的中间，两个花的中间，或者是后缘这个地方，或者是往下往它的指尖这个方向，叶子、枝干。往这个方向去引导，指尖这个方向去引导，这种构图的话，你可以说就是它是一个花朵是主次叠加，但是呢加上叶子和枝干的辅助，叶子和枝干的延伸辅助之后，它整体假面的一个构图，它就是一种偏 S 型的，线条往这边，上方的叶子线条往这边的话，往这个方向去，然后枝干往它的下方这个方向去，它整体就形成一种 S 型，S 型的构图。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斜线构图。斜线构图的话呢，它这两个花朵画完了之后，叶子就只能往左后缘和右下角、左上角和右下角这两个方向去做延伸。那这就是一个斜线构图了，就不能去弯了。弯了的话就会变成 S 型构图和 C 型构图。好，这里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主甲的，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两个构图啊。讲的有点多，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上甲片。甲片准备好了之后，我没有去涂底色。刻甲的话，记住先上底胶。然后我这边是用的一个颜色比较雅淡的猫颜色，对，颜色比较雅淡的一个猫颜色，玲珑石猫眼。对，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就是颜色跟这种类似，它是有一点偏这种淡雅的灰色调的一种丝绸感的颜色。如果说它不吸光的话，是这种造型啊。然后如果说你吸光吸猫眼的话，它这个光，吸到这个光之后，它另外一侧就是这种奶茶色啊，就这种奶茶色的猫眼，用这个颜色来打底，刷在甲片中间。刷猫眼的要诀是什么呢？又轻又快又厚，对不对？好，我们轻轻的刷一坨猫眼在甲片的中间。好，轻轻的刷一坨猫眼在甲片的中间，然后呢，往上下两个方向给它过渡一下，用这个圆头笔轻轻的放平，将色块的边缘，你看这个色块的边缘很生硬，我们需要把笔放平，轻轻的带动色块的边缘，给它这样抛开给它这样扫开，笔一定要放平且要轻，不能够感受到你笔压到甲面的这个力度好，轻轻的将色块的边缘这样子晕染虚化过渡开你看弱化掉，它就没有这种生硬的色块分界线了。上方的也是一样稍微给它晕一下，好，稍微晕一下 ，OK， 晕完了之后再去给它吸光，就把持时在甲片的周围，对，这样子放平，横扫一下指尖。后缘放平，横扫一下，直到你能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光，就是这个猫眼。对，把就是这个瓷粉全部都吸到甲片中间，带一个这种光感。我们不需要说就吸成什么样，吸成一条线或者吸成镂空什么什么的，不需要只要你在不同的角度能够看到有一个这种极光的效果有个这种光斑的效果在，那么就 OK， 那么我们的底色就算是成功了。对，只需要有一个光斑效果在，你停留的时间越长，这个光斑效果就越明显因为它的齿粉就越集中。好，那就是这样子。OK， 拿去照灯吧。照灯时间30秒就这样从不同角度能看到一点，这个追光效果，就拿去照灯。底色照完灯之后，我们拿出白色彩绘凝胶，或者是你日式凝胶、彩绘胶等等只要是白色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那么我们都去甲面上给它勾一下涂，
我刚刚说过了啊，我刚刚说过了，咱们要怎么去画？甲面上偏右侧面，先右侧上方这里，我要去画一个花朵，这个位置画一个花朵。好，那么把线条先勾起来。好，两个线条中间，线条先勾起来，勾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画啊。好，一个正面，一个侧面。好，然后把花瓣对加粗，然后拉小尾巴，花瓣加粗，勾小尾巴。我这里是拉线笔画的啊。好，花瓣花心处加粗，好，勾小尾巴。画的比较精致小巧，因为甲面上本身就甲片就不是很宽，画精致小巧一点，不要画的太忙了，恨不得整个甲面都占满，不要啊，注意去留白，留一点空间美，整个甲面都占满了，它并不好看的。那一朵花画好，好，下面这个左右两侧是带弧度的，好，左右两侧花瓣是这种 C 弧的，好，前面的是画一半的，后面的也是冒一半出来的，OK，花朵画好了，这个位置，咱们还得画一个那个啥花骨朵儿。好，画一个瘦瘦的椭圆形，就是你这个花骨朵儿啊，不要比花瓣宽太多，也不能说比花瓣还窄，那你就跟叶子差不多了啊。这个花骨朵儿的话，就这种胖胖的一个长椭圆，也不要太长，你肯定是不能说比它的花瓣还要长，视觉效果上来说还是要稍微搭一点，靠近它的一个花瓣的比例就差不多了，长宽比。好，然后枝干啊，这里连接一个花托，枝干下来。好，这一块连接一个花托，从粗到细，好，然后上面别忘了，上面这里还有一个花骨朵儿，OK， 然后画叶子，啊，记住中间画胖一点，两头须须拉长一点，这里你们真的可以稍微画的随意一些啊，越随性越好。真的，这个叶子的效果真的是越随性越好。对，线条带点，就多带一点这种杂乱的辅助线条，感觉越漂亮，越漂亮。好，这一块儿贴着叶子，好，勾一点杂乱的线条在中间，增加整体的一个氛围感。OK， 好，然后这个构图咱们就结束了啊。看一下白色打底，就把它的形态给它画出来了，跟刚刚我们在纸上演示的这个形态是差不多的啊。好了，然后拿去照灯，照灯时间120秒，因为这个胶饱和度特别高，所以说咱们多照一下，把它颜色得照干了，照干了，然后再去进行我们接下来的步骤。拿出我们的水彩磨砂啊，水彩磨砂这个白色的花花，照完灯之后给它涂上水彩磨砂封层。这个是大颗粒挂粉磨砂 ，OK， 刷上。好，大颗粒挂粉磨砂。整甲全涂，不需要你去包边啊。刷好了之后拿去照灯，照灯时间也是120秒。好了，磨砂封层已经照完灯了啊，然后它表面上就成了这种磨砂效果。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要用到的一个颜色。首先我们要用到的墨蓝色，因为做一个稍微中秋一点的配色啊，我们除了这个墨蓝色取到调色盘上。然后还需要一个深棕色、墨蓝色和深棕色，取到调色盘上。
啊，这两个颜色搭配和这次的话，这个墨蓝色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黑色进去啊，墨蓝色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黑色进去，把这个墨蓝色再黑一点，对，让它颜色再暗沉一些，正好的合适。好了。